禀告封主，小主子他……说话的人像是看到什么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一样，神色惶恐，语气小心。旁边站着一位低着头抱着孩子的妇人，说：“封主，或许是测灵石坏了的原因，小主子才没有测出灵根。把孩子抱过来，我来亲自给他测。”等叶希有意识的时候，就感觉到谁在拿着他的手摸上了什么东西。这是哪儿啊？怎么看不清啊？啊，我怎么不会说话？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发出的是小婴儿的声音啊？我不是死了吗？这就直接投胎了？那怎么还有记忆啊？孟婆汤呢？给我来一碗呢！哎，上辈子的记忆又不是多么值得记住的，都说孟婆汤掺水了，到我这就直接不给了。封主注视着眼前毫无动静的测灵石，瞳孔剧烈震动，身体也因为接受不了现实变得僵硬起来。你这个废物，要你何用？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怒骂的同时，就要把手里的孩子摔落在地。宗主到，参见宗主。都起来吧。师兄，这孩子虽然没有灵根，但是我风云宗也不是连一个凡人都容不下的宗门。以后这孩子就跟着我吧。不行，我不要任何人看我的笑话。那风主姐姐刚要开口说话，就被他打断了。也不能留在家族，最好送出此界。他丢的脸难道还不够吗？还要让他因为这个孩子再次受到众人耻笑不成？便是让你见不着他也不行吗？他没有灵根，凡人一生最多不过100年，不过你闭关的功夫。师兄，这孩子在此界一天，我就会被耻笑一天。风主眼中满是绝望和祈求，他都不敢想象，他骄傲一世，以前的事情还能说是那个人的错误，但是他生了个没灵根的废物这件事，足够让他被全修仙界耻笑。搞清楚了一点来龙去脉的叶希，隔着演琼瑶剧呢，我只是差点失去了性命，但是我娘可是丢了脸面呢。不让我在这个世界，那我去哪？自己不养还不让别人养，真的会谢。罢了，那就让人把他送到凡人界，当个富贵闲人吧。怀里的叶希眼神一亮，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，原来还有凡人界呀。没有灵根不能修炼没关系，能继续活着就行。宗主，你这个大恩我记住了，你要是没有孩子，来日我要是有了机遇找到你，跟你养老送终。谢师兄成全。风主对着远去的宗主背影长长行了一礼，眼神复杂。宗主像是没察觉到他的目光，抱着孩子头也没回的径直离开。万里无云，暖风微醺，连绵的高山上满布翠绿的植翠。一头健壮的大老虎领着小老虎在树林里悠闲地漫步，忽然看到从远方天空划过一道光线，已经有些开启灵智的他直觉那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在对着小老虎吼了一声之后，就开始加速朝那个地方跑过去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死鬼，快别哭了，互相惹怒老虎死得更快。可是他控制不住啊，怎么脑海里想的跟做的不一样呢？嘿，畜生，休要伤人！太好了，终于不用葬身虎口了。大哥，快来，这孩子还活着呢。孩子不是活的，能发出哭声吗？顾夜武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我这不是得确认一下吗？也不知道这是谁家丢的孩子，怎么能那么狠心呢？你看这孩子多好看啊！顾夜元摸了摸叶希的包背，
有些不确定道：“可能不是谁丢的吧？这包被的布料是富贵人家才能用得起的。哎，叶武，找找附近有没有其他人。”顾业武也没二话，看着叶希乖乖地睡在怀里，抱着她就开始在附近搜寻起来。结果跟顾业员寻了小半天，也没找到其他人的踪迹。嗨，真是邪门了！这一圈咱们都找了一个遍，硬是连陌生人的脚印都没有，就像是这孩子凭空出现似的。走，先回家再说。说完，心里乐颠的径直往家走。晌午时分，安宁而又祥和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。往常在这个时候，顾家人应该正在享受难得的闲暇，不是在吃饭就是在闲聊。可是这时候，顾族长家却被围满了人。嘿，族长，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娃娃？这是我家叶元和叶武昨天从最西边树林附近的小溪边捡到的，也不知道是谁扔的。要是找不到这孩子的亲人，我们家就养着。大哥，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看，嫂子也是。顾业武看看脸色发黑的大哥，又看看大哥身边面带沮丧的嫂子，脸上带着疑惑。昨天他们俩不还挺高兴的吗？怎么今天俩人像是双打的茄子一样？顾业员能不难受吗？昨天他兴冲冲地抱着孩子回来，到屋里就跟媳妇儿说了这个好消息，只要找不到孩子的亲人，他们俩就把这孩子养了。他媳妇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好了，闺女变妹妹不说，今天还得出门帮着打听未来的妹妹有没有亲人。走，出门去。去哪儿啊？为咱们未来的妹妹打听打听身世。顾业员把妹妹二字咬得极重，像是要把这两个字吃掉一样。啊？妹妹？什么妹妹？不是说当我侄女吗？怎么成妹妹了？听到的村民都炸锅了。嘿，族长，你是要这个小娃娃当小闺女啊？我还以为得是给叶元两口子养呢。顾业员黑着脸从家里走出去的时候，还听见他爹戳他心窝子。叶元说了，他家还有2个小子要养呢，再养个小闺女忙不过来。顾业员，谁说了？闺女没争过不说，怎么他爹得了便宜还往他头上扣盆子呢？晃眼5年过去，顾叶希已经5岁了。爹，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爹是在想，明年常叔都要10岁了，如果仙人再不出来招收弟子的话，他就要没机会了。爷爷，你也不用发愁，咱们村都好些年没有出现过有灵根的孩子了。听说上一次我们村出现了带灵根能修炼的孩子，还是在20年前，大家早就不抱希望了。顾长风从隔壁屋子里颠颠地走了出来，开口劝慰道：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先请别出发了。知道的是你在安慰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故意扎你爷爷心窝子呢，小嘴跟淬了毒似的。顾族长听到顾长风的话后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正要出声训斥，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道着急的喊声：族长不好了！你族长我好得很，出了什么事啊？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？族长，这次是真的大事啊！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齐太傅冲着皇上，顾老大人因为他求情，被下了大牢了。什么？顾老大人是我大哥吗？你确定？嘿呀，咱们村能出几个顾老大人呢？自然是族长您大哥顾江海顾老大人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顾之林被赶走后，顾族长吩咐顾长风照顾好顾叶希，起身进屋里忙活了一会儿就出门了。西西，外面天气不好，阴得跟晚上似的，咱们不能出去，不然会有妖怪抓咱们的。要是你实在无聊的话，我教你认字吧。你要喊我小姑姑。哎呀，好吧，小姑姑，咱们进屋，我教你认字吧。只要能哄住西西，不让他出去，叫什么都行。这是什么呀？顾叶希看着眼前看不懂的字体，有些惊呆了。上辈子他就算因为家庭原因没得到什么精英式的教育，
但是好歹也是上过大学的，这怎么一个字都不认识啊？西西，这是你的名字，顾叶西。西西，今年你就要开蒙了，我先提前教你一些字，省得到时候夫子看扁你。顾叶西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，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文盲。造孽呀！你这死老头子也真是狠心，西宝还这么小，就让他既读书又练武，他才5岁，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西宝知道上京是好事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等明年新人来招收弟子的时候，把西宝带过去测测灵根。如果西宝有灵根，到时候有幸被新人收做弟子，总不能让他一个大字都不认识而被人笑话吧。至于练武，也算是为修为打一个好的底子嘛。赵翠兰点点头，她虽然是村野妇人，但也不是目光短浅的人，自然知道老伴儿的想法是对的，只是看女儿这么辛苦，有些心疼罢了。就算没有灵根，西宝学文习武都不落下，将来能考出个一官半职也行。呸呸呸，咱们女儿才不会没有灵根，你可不要乌鸦嘴啊！赵翠兰倒也不是接受不了顾叶西没有灵根，而是觉得女儿有修炼的天赋，就会有更多选择的余地。虽然现在大圣国有女官的存在，但是女子做官太艰难了，再加上现在开国老祖又好久没有露面了，朝廷中也不和平，女官的地位已经有些尴尬了。受党争的影响，齐太傅都被迫告老还乡了。他大伯哥虽然已经从大牢里出来了，但是也正处于风雨漂泊中。说起来齐太傅，赵翠兰开口问道：老头子，你说咱大哥说这齐太傅告老还乡，还的是咱们的乡，他真的会来咱们这山沟篓子里住吗？咱们这怎么了？山清水秀，民风淳朴，就算让齐太傅回他自己的家乡，他也不乐意啊。当年那些人怎么对他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他本来就与咱们家有些渊源，又是大哥儿子的岳父，在没有老家的情况下来咱们这里也不奇怪。两人说着话的时间，顾叶西的午学时间结束了。爹娘，我刚才打拳帅不帅？帅，我西宝最帅了。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小闺女这么厉害啊？刚才谁都没有你打拳厉害。哼，那是。走，咱们去你大伯的院子里看看，齐太傅应该很快要到了。你大伯说先让他们住在宅子里，咱们去看看有什么缺的。爹，你把我放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怕爹累着是吧？没事儿，爹不累，我闺女可轻呢。一家三口远去的背影渐渐拉长，这辈子的温馨是顾叶西上辈子从来没有得到过的。西宝，你去村头给瘸子他们送饭去，送到赶紧回来吃饭啊。赵翠兰说的这几家是村里没有儿女没有后代的孤寡老人，因为没有后代赡养，就由村里人轮流送饭。好。顾叶西就喜欢干跑腿的活，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，自从练武之后就更闲不住了。老瘸头，老瘸头，快开门！哎，来了！哎呦，今天是小姑姑来送饭呢，拎着累不累啊？他这么喊可不是故意逗顾叶西，而是顾叶西的辈分大，他就该这么喊。这才多重啊！我练武能是白练的吗？在小辈面前怎么可以说累呢？小姑姑，这是我昨天摘的野果子，你吃可甜了。你在哪找的呀？我昨天到处溜达的时候都没看到。从这儿往西那里的林子里找的。行，赶明儿我也去看看。你赶紧把饭菜倒出来，回去吃饭吧。我感觉饭菜都要凉了。等顾叶西回到家的时候，家门口以及不远处已经停了3辆马车，士兵们在大门两侧整齐地站着。
喜宝回来了，刚才你娘还嘀咕着你怎么那么慢呢？饭给你留锅里了，一会儿进去吃吧。齐老夫人看到顾叶熙之后，眼神一亮。这是……哦，这是我小闺女顾叶熙。看着齐太傅夫妇的表情，顾族长有些疑惑。你们见过？不然怎么一脸很熟悉的表情？江毅兄弟，还记得刚才我说进村的时候问了一下路吗？就是向这位小姑娘问的路，没想到她就是江海口中的那个漂亮机灵的小侄女，江毅兄弟的小闺女。哦，还真是巧啊。不是透过他闺女长相想到谁家丢闺女了就行。顾叶熙早就对两位老人的身份有所猜测，在顾族长的介绍下，对着两位老人礼貌问好。齐伯父好，齐伯母好。好，来，修主，喊小姑姑。小姑姑。对于又增加了一个小辈这件事，顾叶熙表示自己已经适应良好了。看来俩孩子还挺投缘的。修主在村里住着的这段时间，如果觉得无聊，倒是可以来找你小姑姑玩。你小姑姑天天闲不住。村民们在发现顾族长家的客人离开之后，都悄悄地围了过来。小姑奶奶，小姑奶奶，你在家吗？喊顾叶熙的叫顾之玄。看到顾叶熙出来，这些孩子赶紧站正，纷纷喊了起来。小姑奶奶，小姑姑，小姑姑，你们在干嘛？刚才回来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了，我今天没空出去玩吗？我们不是来找你的，我们是看到马车过来才过来的。刚才那些人是干什么的？小姑奶奶，咱们村怎么来了这么多官兵啊？族长姐姐是被他们抓走了吗？众多孩子七嘴八舌的，顾叶熙只觉得他头要炸了。一个一个问，你们这七嘴八舌的，我怎么回答？是族长祖族的大哥回来了吗？族长祖祖的大哥不是只有在过年才回来的吗？不知道哎，反正我们也没有见到过几次。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停不下来，都没有给后面大人开口的机会。眼看小伙伴们有继续讨论下去的趋势，顾叶熙赶紧大声开口：小嘴巴，不说话。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来的人我爹认识，不是坏人，而且我爹没有被官兵抓走，他是陪着客人出去。等顾叶熙一一解释完，又回答了一些大人的问题，人群才慢慢散去，最后只剩下了顾之玄和顾之初。你们俩咋还不回去？顾之玄走近2步，悄声道：我跟初初今天在后山的山脚下发现了兔子洞，初初当时还看到有兔子钻进去呢。小姑姑，你跟我们一起去逮兔子吧。顾叶熙丝毫不为所动，把目光投向顾之初，确定不是惹祸了来找他背锅的？是这样的，那里有兔子洞。小姑奶奶，你不信我？哎呀，信你，这不是你前科太多了吗？你还记得？那是他跟顾之玄成为好朋友之后的某一天，顾之玄邀请顾叶熙到他家看他做的宝贝，谁知道这孩子到家之后给他看的宝贝是个鸡毛做的毽子，谁知道下一秒就听到顾之玄奶奶大喊：哪个缺大德的把我家老母鸡给打晕了，还把毛给拔光了，都秃了，这天都快冷了，让他咋过冬啊？然后他转头就看到了顾叶熙手里的毽子以及墙根处散落一地的鸡毛，想到那次奶奶误会是小姑奶奶想要毽子才让他拔鸡毛的，顾之玄就有些不好意思。小姑奶奶，后来我解释清楚了，我奶还骂了我一顿呢。小姑奶奶，这都多久的事情了，后来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了吗？是呗，那也是因为啊，你知道我但凡倒霉，你就会挨打，爹娘都不敢向着你的那种，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逮兔子，你俩也能逮啊，干嘛喊我去？顾叶熙被他坑得有阴影了，本能的警惕起来。
这不是我们2个逮不住兔子，就想让小姑奶奶你陪我们一起去嘛。村里就属你跑得快。哼，行吧，不过现在我还不能跟你们一起去，等下次吧。自从齐太傅在顾家村安定下来之后，顾族长也算是找到玩伴了。两人不是相约去钓鱼，就是下棋或者到处溜达。两家大人相处不错，小孩自然也在一起玩了。这天，顾叶熙带着齐修竹还有顾长风来跟顾之玄、顾之初两人会合，一起来到上次他们说的兔子洞旁边。这都过去好几天了，兔子还能在吗？顾长风对于眼前的洞里还能有兔子保持怀疑态度，顾之玄也不知道，看着大家建议道：我不也不太确定，毕竟都过去好些天了，要不咱们点火熏一下试试吧。哼，你想挨打别带上大家，村里明令禁止在山上点火的，特别是我们。山上树林草木茂盛，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引发山火。那怎么办呢？找其他兔子呗，这山那么大，不可能就只有一窝兔子吧。反正咱们现在也没什么事儿，在山的外圈再逛逛呗。那行，兔子暂时没看到，倒是看到不少野果子，一边吃一边摸索。我发现了一只，啊，别跑！齐修竹哪能看着兔子跑走，赶紧开始追。原本有些分散的顾叶熙等人听到动静，也朝齐修竹那边跑去。兔子跑着跑着就跑进了一片茂密的树林。哎呀，跑哪儿去了？我说你怎么跑那么快呀？小伙子，深藏不露啊你！哎呀，这么能跑，我都差点没追上。没想到修竹你这么厉害，比小姑奶奶跑得都快，我们差点都没追上。顾长风更是直接朝齐修竹竖起大拇指。牛，我服了。也没有吧。有的，小姑奶奶是我们这些人中跑得最快的，她都差点没跑过你呢。顾叶熙对着顾之玄没好气地感叹道：挑拨离间，你绝对是把好手。这么会采衣捧叶。顾之玄刚起来个头，就被顾之初打断了。都别聊了，你们看，起雾了。听到顾之初的提醒，大家这才开始仔细观察四周。这地方有些不对劲，大家手拉着手，以免分散，赶紧朝来处回去。过来。缥缈的回音响在顾叶熙耳边，吓得他一激灵。谁呀？忽然有看不见的东西在他耳边说话，这谁能受得了？西西，怎么了？你们没听到什么声音吗？什么声音？那没什么，可能是我太紧张，听错了。往前走。那道声音又响起了。顾叶熙这下确定了，刚才不是幻听，真的有东西在他耳边说话。小姑奶奶，到底怎么了？刚才有东西在我耳边说话，第一次说是过来，我以为我幻听了，第二次是往前走，我才确定我没有听错。我怀疑这大雾就是这个东西搞的鬼。像是在嘲笑众人的自不量力。这回那道声音轻声呵了一声。顾长风眼睛睁大。我天啊，我刚才听到声音了。西西，你刚才听到的是不是这个声音？我也听到了。顾叶熙气得咬牙切齿。不装了是吧？刚才只是在我耳边说话，现在直接让大家都能听见。前面那是什么？众人纷纷朝前望去，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漩涡状的光幕，漩涡直接射出了一道光，把顾叶熙等人卷了进去。一处山花灿烂的山谷中，绿草如茵，鸟语花香。忽然空中出现了一个光洞，从光洞中掉下了几个孩子。哎呀，摔死我算了。小姑姑、长风哥、知玄、知初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的。齐修竹环顾四周，发现没看到顾长风，瞬间急哭了。长风哥，
长风哥不见了！齐修竹，你压死我得了！你赶紧从我身上起来！原来落地的瞬间，齐修竹压在了顾长风身上了。长风哥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的腰啊！再晚一点，你就见不到活的我了。两人插科打诨的时候，顾叶溪已经恢复好和顾之初一起观察四周了。顾叶溪待在原地，就感觉到前方传来了巨大的吸力。我去，又来！小姑姑，山洞里，我知道你醒着。一道淡漠有些失真的声音在山洞内响起。紧闭双眼的顾叶溪，啊，会说人话，那好像不是什么怪物啊。要不我睁眼看看？哎呀，算了，再等等，还有点害怕呢。你的心跳很快，你在装晕。顾叶溪感觉到那东西就在自己面前，而且还凑在他耳边说话，有点忍不下去了，干脆直接张开了双眼。你是人是鬼还是仙？费了那么大力气把我们抓来干什么？我是来送你一场机缘的。强送啊！机缘这么不值钱呢？他可从来不相信天上能掉馅饼。这是一本功法，适合你修炼。我不识字。那人动作一顿，像是被顾叶溪噎住了，随后指尖聚起一抹光芒，朝顾叶溪的脑门袭来，速度快的顾叶溪都没反应过来。你做了什么？这样可以让你看懂这本功法。顾叶溪小心地把那本功法接了过来，再看那书面就能看懂字了。混沌诀，名字起的倒是挺大，你难道看不出来我没有灵根吗？给我这本功法，我也修炼不了啊。你是有灵根的，只是这种灵根比较特殊，下界只有使用特殊方法才能探查出来。如果你想要修炼的话，必须先解开灵根的先天封印。真假？虽然嘴上心里都劝自己要认命，但是既然重活一世，还是重活在修仙的世界，他自然还是很想修炼的。对方看出了顾叶溪的怀疑和挣扎，指尖重新汇聚起一道白光，没入了顾叶溪的额头。铺天盖地的画面以及大量的信息进入到顾叶溪的脑海里，令他有些承受不住，晕过去了。始作俑者有些迷茫，看着自己的指尖，好像不明白对方只是接收一些信息，怎么就晕过去了。几个孩子不知道顾家村的人已经找他们找疯了。漆黑的夜晚，顾家村的人们手中举着火把，像是一只只萤火虫一样在山林中游荡。西宝、长风、修竹，楚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感觉到大家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，顾族长把大家聚集起来说道：咱们已经找了一夜了，村里年龄大的、身体弱的赶紧回家歇着，有消息我会立刻让人回村通知你们。以顾之玄奶奶为首的老年人两眼含泪，颤声道：族长，我们不累，现在让我们回去，我们怎么歇得下呀？我知道你们心急，我就不急吗？这里面有我小闺女，还有我小孙子，难道我还不够尽力找吗？你们赶紧回去，别到时候孩子回来了，你们再累垮了。随后对着顾业武吩咐道：业武，把这些人送回去，你亲自看着他们回家再过来。与此同时，早就醒来的钱来和负责照顾钱来的赵翠兰早就离开顾家了，他们正往西山的方向走，打算找跟顾叶溪玩得好的两只老虎帮忙找人。娘，这里这么大，咱们怎么找得到跟西宝交好的那两只老虎啊？我记得西宝给那两只老虎起了名字，大的不清楚，小的好像叫顾霸天。一会儿我们就大喊这名字吧。要是平时，钱来或许还会对这个名字调笑一番，但是现在他丝毫没有这个心情了。顾霸天，顾霸天，顾霸天，你在哪儿啊？听到之后麻烦出来见见，我是西宝的娘。哦，
找虎什么事儿？赵翠兰跟前来，听到老虎的吼声之后吓了一跳。赵翠兰壮着胆子问道：是顾霸天吗？老虎又吼了一声，像是在应答。是顾霸天就行。我是西宝的娘，我找你有些事儿。西宝跟村里的几个孩子不见了，我们村里的人把后山都翻来覆去找了一夜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我想着他们是不是迷路了，去了深山，但是深山大家又不熟悉，就想让你帮忙去深山找一下西宝他们。天慢慢的亮了起来，后山的众人基本上已经绝望了，除了非常深的深山没敢进去，后山以及深山的外围都已经被他们搜寻一遍了。顾霸天那边早就找到了顾叶熙等人，只是当时他们全都昏迷着，虎啸声都喊不醒的那种。第一个要清醒过来的是齐修竹，他疑惑地睁开眼，就与一双虎眼对视个正着。我是在做梦吗？不然怎么会看到有一只老虎在眼前？救命啊！老虎大哥，你别吃我们啊！我这就把他们喊醒，这就走。这是在哪儿？顾之玄睁眼看着天空，有些懵。他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梦，梦里他能够修炼，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。醒来还有些分不清状况。我勒个鸡娘嘞！大老虎！顾长风是侧着昏睡的，睁开眼就看到了眼前的顾霸天，吓得他一个机灵就站起来了。在确定眼前的大老虎没有攻击人的倾向之后，小心地确认着：你是那个总是来找西西玩的老虎吗？顾霸天？哦，这回大老虎终于回应了。真是你啊！我的天，老大，你终于来看我了！顾之玄激动地扑过去，也不害怕，抱着老虎就开始哀嚎。顾长风也不管他，环视了一圈周围，惊奇地问道：你怎么找到我们的？找到！哎呀，坏了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他看了看初升的太阳，立刻反应过来，现在不是他们在后山迷路的时辰，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。张峰哥，你认识这只老虎吗？这是西西的玩伴。现在是清晨，看来咱们已经在外面一晚上了。完了，这回我屁股得开花，咱们赶快回去吧。问题是咱们也不知道现在是在哪儿啊。长风小叔叔，你快点过来，小姑奶奶还没醒。几人瞬间也不管什么时辰怎么回村了，都围了过去，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：西西！小姑奶奶！小姑姑！可是顾叶熙任大家怎么喊都没有醒过来。咱们得赶紧回村，让齐爷爷带来的大夫看看。然后对着顾霸天严肃地说道：我知道你通人性，也知道出去的路，但能不能拜托你驮着西西把我们带出去？说完也不管老虎有没有听懂，就招呼大家把顾叶熙抬起来往大老虎的背上放。这样行吗？不行也得行，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。神奇的是，顾霸天像是知道几个孩子的诉求一样，带着顾叶熙缓缓向前走。要不咱们歇歇吧？恐怕歇不了了。顾长风看着远处朝这边过来的一群人，瞬间躺地上装死。顾之玄也顺势躺下来，几个呼吸的功夫就睡着了。前面一直跟着老虎的顾之初也注意到了，望着大批朝这边来的村里人，放心地露出了一个微笑，然后倒了下去。那是老虎！不对，老虎身上有人。是西宝的衣服，老虎驮着西宝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小姑姑，你醒醒！楚楚，娘的楚楚！齐家的小娃子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你们这一晚上去哪儿了？
我们找了你们1个晚上了，真是急死我们了。面对大家的询问，齐修竹表示自己有些应付不来。大家也太鸡贼了吧，他要是现在晕过去还来得及吗？看着众人殷切的神情，齐修竹把昨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在得知几人没能脱离那东西的控制，被卷进去的时候，全都炸了锅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是不是有东西成精了？那咱们有没有危险呢？安静，听齐小蛙继续说。顾组长适时打断了大家的讨论。我们到了一个山谷，当时前面有一个山洞，我们没敢进去。小姑姑安排大家去找东西吃，可是她自己却被山洞吸进去了。你是说除了小姑姑之外，你们都没能进洞？对，烟都熏不进去。是的。洞口有结界，齐太傅感觉事情有些不简单。听到最后，顾组长眉头紧锁，神情却不见慌张。在大家讨论着要把这种情况往上报，让仙人过来查看的时候，顾组长断然拒绝。不行，不能上报。啊？这是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仙人那是咱们能够请来的吗？行了，大家也别乱猜了。咱们都这么多年了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大家都累了，都回去歇息吧。只有顾之璇几个孩子的家人还没走。齐大夫，我家孩子怎么还没醒啊？不是说了没事了吗？齐大夫看了看闭着眼但是睫毛乱颤的顾长风，以及旁边几个睡得正香的孩子，了然地捋了捋胡须。累得睡着了，睡饱了就好了。只是顾家小姑娘的情况有些复杂，不是睡着，是昏迷。但是老夫又唤不醒。他都下好几针了，就是扎不醒。赵翠兰听着差点没站稳。没事儿，或许是好事。顾组长安慰道。老头子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不确定，等细胞醒过来再说吧。哎呀，你要急死我呀！虽然话是这么说，赵翠兰也不追问了。他知道老头子不想说的事情，就算多问几遍，他也不会说的。强打起精神，把大家都送出门。他回屋抱着顾叶熙睡着了。爹娘，细胞醒了。哎呀，乖宝，你终于醒了，可急死娘了，有没有不舒服啊？娘，还有爹，我没事儿。你看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赵翠兰高兴之后又阻止道：哎呦，你怎么下来了？赶紧上床去躺着，你2天没吃东西，别再晕那儿了。啊，对对，你娘早上做的饭还有呢，我去给你热一热。爹，你在这儿陪着西宝，我去给小妹准备吃的。娘，我想喝水。哎，娘给你倒。爹，咱们顾家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里呀？顾组长在顾叶熙开口问这个事情之后，基本上就确定了事情跟他猜想的差不多了。说起来，顾家人只知道这条祖训，并不知道缘由，历代只有顾族族长才有资格知道真相。那你就没有想过不管祖训吗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既然老祖宗让我们留下这一柱支脉守在这儿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哪能不管？我们顾家有2份族谱，一份是给大家看的族谱，另外一份是顾家族长能看的族谱。那份族谱记载了我们初代的顾家来到这里的原因，那就是守护救世神。当初的顾家像是遭受了什么巨大的打击，他们孤注一掷来到这里，不单是为了守护神，也是为了气运功德。初代顾家功法特殊，能测算天机，但是需要一直做好事，积累功德气运，用来测算或者抵挡泄露天机带来的惩罚。当时守护这里，就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持久的积累气运功德的办法。这些年我也没看到大哥二哥他们修学习什么功法呀，
也没见他们需要做多少好事啊。这种功法被老祖的儿子改造了一下，直接给融进血脉了。后人不再需要修炼，只要留在这儿就能一直积累气运。细宝，按常理来说，这些宗族秘辛只有顾家历代族长才能知道。但是据我猜测，你应该是在云深山见到了什么，所以我把这些先告诉你。西宝能忽然问关于祖训的问题，就说明他可能已经见到了那个传说中的顾家一直守护着的神。其实族谱还记载着一个预言，顾家后代将会应运而出，带领顾家重回修仙界。要不是西宝和长风他们发生了这个事情，他都要忘记这个预言了。小姑奶奶，那天你在山洞里看见什么了？我都忘记了。顾叶熙摇摇头，这几天他一直在思考，他觉得他的记忆可能被做手脚了。在山洞里的记忆非常模糊，眼看就要触摸到真相，却又像是隔了一层纱。你们这几天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，我总是做梦，算吗？什么梦啊？总是梦到一个非常厉害的仙人，他在梦里让我练功。我也是。齐修竹像是找到了组织，激动道：我也总做梦，不过我梦里没有人，只有一本剑法。我也是。顾长风有些疑惑，我没有梦到过剑法，但是我总是梦到一本功法，想要去看又看不清楚。几人顿时转向正在思考的顾叶熙，想要知道他梦到什么。别看我什么都没梦到，感觉还丢了一些记忆。除了身上多了一个空间之外，还真没有其他神奇的事情。而且那个空间自己还不能用。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里面雾蒙蒙的，他想四处逛逛都不让他逛，待不了一会儿就会被弹出来。你们能梦到这些东西的事情，不要出去乱说，这可能是你们的机缘，说了以后别人会来抢的。我爹娘我都没告诉，只有你们知道。我怕他们担心，我也没说。我说了，小叔说我有机缘都抓不住。谁让他看不清楚那本书上面的字呢？他娘觉得肯定是因为平时不好好学习，才看不到梦里的字的。不让他们出门的这几天，他爹也不去打猎了，天天在家里监督他读书，他头都快要炸了。要不是沾西西的光，他今天都不一定能出来。最后齐修竹有些不好意思，他腼腆的笑笑。我跟爷爷奶奶说了，他们要我按梦里的剑法练。顾叶熙环视了一圈周围，有些开心。每个小伙伴都有光明的未来呢，他也得准备起来了，至少得在明年宗门过来招收弟子之前，把灵根的先天封印给解除了。当年9月份，朝廷张贴了告示，3年一度的宗门招收弟子大会，明年3月份照常举行。顾叶熙这几天他一直都在钻研怎样解开灵根封印。你可真笨！一道非常可爱软糯的声音传入顾叶熙脑海里。谁？别找了，我在你面前。前面？顾叶熙看了一眼前方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哎呀，笨死了！你的手上。你是我手里的这本功法？差不多吧，我是混沌诀的书灵，不过可不是什么功法都有书灵的，我在上界也是很厉害的存在。哇，那你可真厉害呀！那你的灵体应该也很厉害吧？你还说呢，要不是你没有解开灵根封印，我怎么会没有灵体？混沌诀跟其他功法不一样，谁要修炼，他就相当于跟谁契约了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在这凡界人间怎么解开灵根封印？你记载的方法对我现在来说根本就不现实。舒灵也明白顾叶熙所处的环境的确有些恶劣，他想出了一个比较抽象的办法。你听我说啊！顾叶熙越听脸色越奇怪。这能行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方式？你不会是在整我吧？
修炼的事情，我能开玩笑吗？你别看这个办法听着不靠谱，但是我这是有依据的。行，我信你还不行吗？我这就去办。此时后山一处大家都不常来的地方，小姑奶奶，你让大家挖土干嘛？哼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顾叶熙都不好意思说，让大家刨坑挖土是用来埋他的。想到疏灵的另外一种方法，顾叶熙感觉到深深的无语。既然灵力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用凡人界的自然力量，金水木火土5种属性，就从土开始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把自己整天埋在土里，然后运转混沌诀，一直坚持到封印松动为止。现在把那些土盖我身上吧，别撒我脸上了呀！啊！几个孩子又惊讶又懵逼。小姑姑，你那天进山洞是不是伤到脑子了？哪有人要活埋自己的？哎呀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你们前段时间不是总梦到各自的功法吗？这就是我梦里功法里记载的修炼方法。还有这种修炼方法？简直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呢。现在不就让你们见识了吗？赶紧埋吧。真的要埋吗？放心，有任何差错，我马上喊你们。哎呦，妖兽哦！几个孩子弄得满身是泥就算了，他们还把族长的小闺女埋土里了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，把自己弄成个泥猴子，我就不说你了，还这么欺负你小姑奶奶，你是有几条命够这么造啊？奶，我什么时候欺负我小姑奶奶了？还说没有？你都把你小姑奶奶埋土里了，还说没欺负？我冤枉啊，奶，是小姑奶奶自己要求的。臭小子，还敢说瞎话！顾叶熙看误会了，赶紧开口劝说。苏英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们闹着玩呢。对，小姑奶奶都说了，我们是在闹着玩啊。在顾之玄被追着打的时候，跟在李素英身后的顾之琳早已经往族长家跑了。族长，不好了！林子呀，下次来我家的第一句话能不能换一换呀？这回是真的。你哪回不是真的？族长，你快去后山那边看看吧，我小姑奶奶，你家小闺女被胖墩儿活埋了。什么？这可不能胡说啊！顾族长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自家小闺女跟胖墩儿平时不是玩得挺好的吗？怎么可能被他活埋了？说的也太吓人了。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，胖墩儿现在正被素英奶奶打着呢。走，赶紧去看看。西西呀，咱们现在出来，哪有埋土里玩的？还说感受什么地气的，都是我家臭小子骗你的吧？顾叶熙知道今天的解除灵根封印的事情泡汤了，也不挣扎了，老实的待那儿，由李素英把他刨出来。我的稀宝，李素英，是不是你孙子干的好事儿？李素英有些心虚，拿过其他工具也开始刨。顾叶熙看向前方的人群，心如死灰。以后他也是有黑历史的人了。接下来，顾叶熙在众人未开口之前，就把原先几人闹着玩的理由说了出来，并让顾长风几人作证。在确认顾叶熙不是被欺负之后，顾族长两口子的心情才算平复下来。几个泥猴子各回各家之后，分别迎来了来自家人们的亲切问候。顾族长明显不相信顾叶熙在村里后山的说辞，回到家之后，先是盘问了顾长风。爹，你别问长风了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跟你说。喜宝，爹不是不信你，只是看你这些天有些奇怪。是啊，西宝，有时候还说着话呢，你就在那儿发呆。以前你从来不会的。爹娘，我没事，我这段时间的反常行为都跟我的机缘有关系。以后我要是还有什么反常行为，你们装作看不见就行了。那你会不会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呀？不会的，娘，你放心吧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顾族长就在后院为顾叶熙刨好了小坑。虽然他不信往身上抹泥是什么机缘，
但是不耽误他陪着闺女闹腾。爹，大清早的也不知道谁在后院挖个坑，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差点没掉进去，还好我把它给填上了，不然您老要是掉进去了，不摔一下也得崴着脚。像是想到了谁，恨恨道：肯定是长风那个臭小子，看我一会儿不把他屁股打烂。顾叶熙看了看他爹的黑脸，再看要教训顾长风的顾叶武，默默地往后退了退。你一个臭小子，那坑就在墙角，怎么能让你掉进坑里啊？上个厕所还不走寻常路，怪不得那么大年纪了也没能娶上媳妇儿。自觉做了好事还被炮轰的顾叶武，这是怎么了？他也没做什么呀，不就今天没进山打猎，在家休息一天吗？不至于开口骂他吧？你怎么填上的，怎么给我挖开？为什么啊，爹？在后院挖坑干嘛？小新娘说你，你娘让做的。那没事了。顾叶武也不墨迹了，拿着工具就开始刨土。等把小坑恢复原样之后，顾组长把顾叶武给打发出门了，守在原地看顾叶熙的操作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顾叶熙每天都按时到后院小坑报到。时间慢慢过去，转眼间都快要过年了。腊月，村里闲人多，从马车刚一进村子，就有人去组长家报信了。顾组长猜测着，可是他大哥一家回来了，赶紧让大家收拾收拾自己。侄儿叶宇见过叔叔婶婶，怎敢劳烦叔叔婶婶在此等候？没事没事，都是一家人，客气什么？顾叶武在一旁调侃：这次多久没见，顾叶云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了？习惯了习惯了。顾长柔和顾长佑也从马车上下来站定了，对着顾家人见礼。孙女长柔见过叔祖父、叔祖母、大伯、大伯母、二叔、小姑姑。孙儿长佑见过叔祖父、叔祖母、大伯、大伯母、二叔、小姑姑。好，咱家不需要那么多礼节。顾叶元跟前来两口子也附和道：对，没那么多规矩。你们是先去看望你们外祖父外祖母，还是先回顾宅歇一歇？顾长柔先是跟顾长佑对视了一眼，又看了看顾叶宇，开口道：回叔祖父，我们想先去外祖家。好，前2天你外祖父他们还念叨你们呢。长叔，你去给长柔和长佑他们带路。之所以让长叔带路，就是因为长叔最稳重，如果让长风去，再跟长佑吵起来就不好了。好的，爷爷。大堂哥稍等。然后对着众人说道：祖父祖母还有父亲母亲为家里准备了礼物，长柔这就让人把礼物卸下来送进去。这人回来就行了，准备什么礼物啊？应该的。下人们把礼物一趟一趟的往顾家送。怎么这么多啊？大哥大嫂，这也太破费了。祖父说，叔祖父一家在家操持族里，照顾外祖一家，定然十分劳神费力，带多少礼物都是不多的。祖母说这些都是平日里能用到的东西，并不多贵重。小叔婶婶，给你们的你们就安心收着。这边是毕，留下了2辆马车，剩下2辆马车带着顾长柔2姐弟以及顾长叔去齐太傅那里了。顾叶宇作为晚辈，理应跟着一起去，只是他是带着任务在这儿的，还打算跟顾组长说事情呢。一家人把顾叶宇领进了家。是大哥有什么事吗？不然顾叶宇这臭小子表情怎么这么凝重？顾叶宇直接跪下了，把顾组长夫妇吓了一跳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咱们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不能直说？行了，别跪了。这么些年了，咱们2家虽然距离远，但是关系一直没变。有什么就直接说。只是我实在想不通，你能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来拜托我的？顾叶宇还是跪着，慢慢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了。原来顾长柔今年被京都的大皇子看中了，想要顾长柔做他的儿媳。我们打听出来，原来大皇子府上供奉的一位修仙者，猜测长柔体质有些特殊，类似于炉鼎体质。什么是炉鼎体质？就是在修炼的时候，男人能够借助这种体质修炼得更快。你不会是想说，这个修炼是指男女之事？顾叶宇重重点头。是。那对女子有什么影响啊？
如果女子修炼弱于男子，会被吸干而死。什么？主人，你是不是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？我可以帮你去听一听。不用了，爹娘想说自然会说的，而且就算我知道了，大人都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我也帮不上忙啊。你或许还真的能帮上忙。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事情吗？就说我能帮上忙。这个不知道，我没去偷听。不过如果是其他的事情，咱们帮不了。要是你大侄女体质的事儿的话，你可能帮得上忙。体质？什么体质？这又跟大侄女有什么关系？刚才我一见面就看出了你大侄女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绝顶颅顶体质。这种体质小时候不怎么看得出来，越长大越能显现出来，必须早早遮掩，不然被那些眼力比较厉害的人发现，很可能会遭祸。颅顶体质是我想的那个吗？上辈子看那么多的小说，顾叶熙也不是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，只是他没想到这种体质会出现在亲人身上。是，这种体质挺难见的，估计修仙界一些走歪门邪道的人知道的话，肯定会过来疯抢。那怎么办？你刚才说我能帮上忙，我能帮上什么忙啊？你空间里的第2层有一本功法，就是遮掩体质的，最起码可以让化神期以下的人看不出来。要打开空间第2层，那我不得到筑基啊？我现在连引气入体都没有呢，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啊。哎，我记得你不是能从空间偷过东西吗？那你把那本功法偷出来呗。对于凌天能自由进出空间的事情，顾叶熙早就知道了。我的力量只能破开一点点1层的禁制，再说了，那怎么能是偷呢？咱俩契约，你的是不是就是我的？我拿我的东西怎么能算是偷呢？而且我哪次去拿不是为了你？你看你怎么就挠起来了呢？我也没说你呀。关于顾长柔的体质，一人一书暂时都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祈祷凡人界没人能够发现。